1公斤医用玻尿酸卖20万，这20万还不是人民币。老美那边的公司表示，我们只收美元。那帮人拿我们的钱，还说我们20年内生产不出玻尿酸。最可气的是，你还没办法反驳，因为以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，确实没有办法独立生产玻尿酸。咱们家的科研人员那个气呀，最终决定化悲愤为力量，撸胳膊挽袖子，非得去实验室搞出点成绩来。1980年，我国著名生化药学家张天明成功从自然产物中提取到了玻尿酸。这份来之不易的玻尿酸是从什么东西里提取出来的呢？禽类的鸡冠以及人类的脐带。好家伙，原来脐带除了脐带血还有这种妙用，鸡冠除了进烧烤炉还有这种用途。虽说2000只鸡提取1公斤纯度只有50%到60%的玻尿酸，产量着实不怎么够看，但对于站在轻舟上的人来说，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了万重山。当时国外学者提出利用微生物发酵提高玻尿酸产量，提升玻尿酸纯度，只不过实验成果相当一般，发酵产率没有提上去，纯度提升也不如加一套后续提纯技术。他们不做出来，不代表我们做不出来呀。张天明的学生郭学平带队继续在微生物发酵法进行深耕，立志改变我国分外萧瑟的玻尿酸行业。经过将近30年岁月，玻尿酸发酵产率从最初的2点多，成功翻了6-7倍，到现在14克每升的提取率都只能说是一般。玻尿酸也一点点从无色软黄金飞到寻常百姓家，每公斤医用玻尿酸如今也就5万到7万块，什么通货膨胀、货币汇率都可以扔到一边。从数字上我们都能看出，我们真的将玻尿酸的价格打了下来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中国人走起性价比来，主打一个无差别伤害。当年红米的699智能机成功引起了智能机价格大跳水，小米的79块智能手环也一脚将智能手环踢下神坛。国内某购物网站上5毛钱一瓶的指甲油，托运到欧洲，随便挂上购物网站就能卖到3到5欧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玩意儿竟然还供不应求。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堪称发达国家粉碎机一般的存在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？难道就是单纯的内卷？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，我们的基层工薪人员确实内卷，但欧美市场病得也不怎么轻呢？定价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，经验丰富的菜贩知道，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加多少，自己的利润空间才能拉到最高。如果市场里卖白菜的少，那自己的售价还能定得更高。物以稀为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庞大的市场，也意味着难以想象的市场竞争强度。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，不被时代淘汰，各大厂家挖空心思，哪怕是手机壳都得给你玩出花来。相较之下，欧美市场真是一片风平浪静，海清实验，搞那么卷干嘛呢？反正躺平了也能活，并且能活得很出色。直到一群本地菜农彻底打破了菜市场的平和，他们的西红柿、黄瓜是自家地里种的，芹菜、胡萝卜是邻居家里摘的，就连瓜果梨桃也是隔壁村养殖大棚里进过来的。这群掌握供应链源头的本地菜农，直接给其他裁判搞了一出致命一击，比不过，根本比不过。人家进价低就算了，连运输都可以直接用3蹦子盘活，哪像我们公路、铁路全开，水路、天路并行，很多时候运费都比采购价高得多。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现状。我国历经几十年，终于建成了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链结构。在这套产业链的支持下，我们从原材料到生产到运输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。在国内还需要考虑同僚间的市场竞争，到国外直接犹如脱缰野马，反正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总有人说，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。毕竟曾经有人告诉我们，西方资本主义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，将低端产业结构逐渐外移，人口基数大、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国成为他们眼中的最优解。这种说法大致没有问题，世界工厂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也为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结构奠定了基础。如今居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，对于美好物质的追求也不断加码。虽说每天卷天卷地，但也算是逐渐迈向了美好生活。对于某些西方资本来说，中国依旧还是优质劳动力产业的首选，却已经不再是追求廉价劳动力的选择。苹果手机就将自家一部分组装工厂搬到了印度，欧洲制造业也有向东南亚发展的势头。即使每天卷到996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活确实变好了。爸妈小时候的追求是3餐吃饱，我们小时候的追求是有菜有肉，而如今对于营养健康的诉求，甚至超过了对于美食的追求。这怎么不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呢？你可以选择 iPhone 15 Pro，
但是2000多的实用机型也足以应对生活需求。我们甚至还有500-600的老人机，1000多的学生机，只要你想要，中国制造就有。奔驰、宝马这类德系车确实不便宜，可是中国自主生产的大众、比亚迪也不错。有人说中国制造不够高端，有人说中国制造在高精尖领域还是逊色别人一等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中国制造给了普通人选择的资格。每一档收入的人群都能在中国找到符合自己消费水平的商品，只要不背上房贷车贷，1个月3000也可以保持不错的生活水平。这就是中国，这就是中国制造，普通人的中国制造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